女生啊，你矜持就能打动男生吗？女生你慢热就能让他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你吗？我告诉你们啊，真相是啊，不是。女人的想法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不主动找你，哎，那是因为我比较矜持嘛。如果你不主动找我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不喜欢我，或者就是在陪别的姑娘聊天。我不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你想我的时候，你自然会给我打呀。但是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啊，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既然你不想我，那我更没有必要打给你啊。最近就有个姑娘啊，2度被男生甩了，她始终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之前在我这里认识了一个男生啊，是个 IT 技术男啊，很真诚老实的一个人啊，人家呢也很喜欢他。刚接触的时候呢，他们都双方觉得挺好的，于是2个人啊就蛮顺利的在交往嘛。可是啊，不到1个月啊，男生就过来跟我说，这个女孩不太行啊。我问他为啥呢？他说啊，姑娘经常回信息都超级的慢啊，可以超过1个晚上啊才回复，聊天的时候还是很顺畅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自己啊特别像个备胎啊，是被人家养鱼了吧？因为啊，他觉得女生可能还有别的男生在交往着，白天呢稍微好一点啊，那也是得几个小时才回复的，那一到晚上啊，就说自己要早睡啊，不熬夜的，一般10点就要睡觉，所以等这个男生有时间联系他的时候呢，他都没法回复了。到第2天呢，说自己已经睡了。每个周末总有一天他是不约会的啊，总是有别的事情，比如说要跟闺蜜吃饭啦，啊，约了朋友应酬啦，啊，爸妈要来看他啦，等等这些事儿。总之就是有1000个理由，就有一种啊，总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的感觉，还经常临时取消定好的约会，或者啊要改时间呀、改地点啊等等。有时候啊，好不容易啊约会了，男生想牵下她的手，想抱抱她，她都会拒绝的，说自己很慢热啊，还没有到那个感觉的点上。就这么着啊，一来二去的呀，这个男生被弄得挺烦的啊。大家都谈过恋爱的人，谁还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呀？虽然呢咱们是相亲认识的，也不要求你啊装得像个喜欢上我的人，但是最起码咱们相互的尊重是要有的吧？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一步一步培养出来才有啊？我一个人努力有什么用呢？我也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回应，也没有看到你有什么诚意，更看不到你有什么付出。想让我像一个狗一样追着你跑啊，那不可能啊，我是做不到的，没那个必要。所以这个男生就放弃他了。之后呢，他又相了一个男生啊，也是接触了1个多月，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结果这个男生啊又跟我反馈了一个同样的感受啊，也不想跟他继续了。后来我就问他了啊，我说你怎么回信息这么慢呢？啊，还那么早睡，这件事是真的吗？啊，每周有1天你总是不约会的啊，说你有事在忙啊，还有那些临时取消的约会啊，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让你取消掉事先就约好的事情呢？结果呢，他的回答让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说，我觉得女生啊矜持一点很重要啊，不能让男人觉得自己很在乎他，这样啊他才会对你有更大的兴趣，更不能让他轻易就得到我，所以我不会在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让他亲我抱我的。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早睡的人，我就是不太爱聊天啊，每天晚上想自己玩会儿手机啊，留点时间给自己。我不想每个周末啊就跟一个男人捏在一起啊，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我不想对一个男人太上头了，这样我就能掌握主动权呀，进可攻退可守了，不是吗？他们放弃我那是他们的损失。我真的很想问一问啊，评论区的男生们啊，女人搞矜持搞慢热这一套，到底谁的损失更大呢？我最近呢问了一位男粉丝，为什么你条件这么好，现在都40多岁了还定不下来呢？你是不想结婚吗？还是有恐婚症啊？他说了一番话啊，令我挺惊讶的。这位男士呢，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高知家庭，家境很好。他32岁的时候呢，从体制内啊辞职了，下海从商。他凭借自己的能力，生意越来越好。目前公司呢年利润丰厚，尽管呢现在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他的公司业务呢仍然屹立不倒啊，平稳的过渡了口罩低迷期，已经是非常不错了啊。总体来说呢，是一位挺成功也挺成熟的优秀男士。按说呢，他这样的男人找个结婚对象应该不是很难的吧？可是听了他的一席话之后啊，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明白的人，他把人心看得太透了啊。可能现在的婚恋大环境确实是不太友好的。他说呢，10几年来他谈过无数的女朋友，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啊，并且呢记忆比较深刻的也就2、3个。他总结说啊，这些年啊接触过的女孩子啊，说实话，真正想娶回家的，
或者说能够胜任妻子这个角色的女人是很少的。当然啊，我们不排除啊她有一些挑剔的因素，但是她讲的有些东西真的是现实存在的呀。她说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女人啊根本就不适合结婚呢？首先一个就是她们真的很自私，即便是双方有爱情为基础的也毫不例外，每个人啊想的都是自己的既得利益，我要什么，我想得到什么，我能得到什么，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多。他们并不懂得关心对方的需求是什么，我可以给对方带来什么呢？很多的女人认为自己长得漂亮就可以有大把的男人挑选，总是希望男人呢像舔狗似的追求她，而自己呢可以为所欲为。其实大部分时候啊，真正比较成功的男人或者说优质的男人都不会是舔狗啊，人家也有大把的女人可以挑选，到最后真正娶回家的都是些长相端庄、性格温和、懂礼数、有教养的好女人。所以啊，感情的付出仍然是需要对等的，他们很多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其次呀，现在的女人呢物欲太强了啊，无论美丑，只要是遇到喜欢自己的男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男人会不会给她花钱啊，花的多就是真爱他，花的少就是骗子。交往初期要考验男人的诚意，钱是标准，结婚要彩礼，要看男人的态度，还是以钱为标准。嘘寒问暖的就成了他们口中的渣男了啊，规划未来的就成了他们给他们画大饼的。谈感情的呢，就说你想白嫖，男人比较节省呢，就说抠门小气没诚意。现在的女人有几个愿意跟你谈感情的呀？个个都跟你谈钱啊，就让你喜欢不起来呀。那谁还愿意娶这样的女人回家呢？最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的女人已经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想做饭，不想做家务，她甚至都不想生孩子，只想自己享乐，也不会照顾老人，不会照顾老公啊。大小姐脾气还很大，动不动就跟你闹离婚。以前的人啊，结了婚就是一辈子呀，所以男人啊，他敢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婚姻去付出他的一切。而现在的人呢，结了婚2年就离了，他哪还敢拿他的所有去赌呢？他赌不起啊，他也怕赌输了呀。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晚婚晚育嘛，甚至不婚不育。那真的是因为男人不敢轻易的娶啊。你们觉得他分析的有道理吗？咱们评论区来说说。今天有个粉丝问我他说女人找对象到底是找一个有钱的好呢，还是找一个人品好的人好呢？大多数的女人的回答应该都是当然呢，最好是找个既有钱人品又好的啦。虽然人品不分有钱没钱，但是现实社会有钱的人他的诱惑就是会很多最近发生在我这的一件事妥妥的推翻了女生说的那句话，给你花钱的男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一定是不爱你的。这个姑娘呢是95年的长得挺漂亮的，她来我这儿相了2个男生，都挺优秀的，其中一个呢是富二代家庭资产在中产网上，家境非常的优越，小伙子呢长得还挺帅的。另外一个男生呢是一位海归硕士在一家大型公司里边呢做高级管理，年收入呢也挺高的，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那这个姑娘呢她说呢感觉2个呢都谈得来那印象呢也都挺好的，要不然呢就先都了解一下再说。于是呢这个姑娘就跟2位男生分别都见了2次面这个富二代的男生呢表现的就非常大方订的餐厅都是人均消费1000以上的，送他的礼物当然也不便宜了，聊的话题呢也都是那些很高大上的东西还跟他呢描绘了很多未来的生活蓝图。总之就发挥了很多有钱人的优势。而另外的这位男生呢，他是普通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嘛，那花钱呢就比较有规划。他请姑娘吃饭呢，选了一个比较普通的餐厅2个人呢就吃了200-300这个样子，也没有说吃完了就去逛逛街什么买个礼物啥的。这个男生想的是刚认识的女生就别搞那么舔了大家呢公平的交流，本着结婚为目的去，所以呢谨慎对待为好，毕竟大家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嘛。如果真的是确定关系了的话那自己也是愿意付出的。于是呢他的这一番操作直接就让这个女孩选择了富二代。于是这个姑娘就跟这位富二代开始交往了大概2个多月的时间。男孩对她呢还是可以的感觉呢还蛮认真的。但是只要这个女孩跟他一说到见家长或者是未来结婚什么的话题的时候，这个男生就会支支吾吾的不想接话要么呢就找个理由搪塞她。除了这个相处期间呢，男孩在钱方面还是仍然很大方的，经常给他送礼物各种香水、包包、口红、化妆品他还挺会买的都是姑娘很喜欢的一些牌子。可是不幸的事情很快就来了。就在他过生日的那天，男生买了花和蛋糕，2个人呢正准备好好庆祝一下的时候
女生突然想起来，她给男生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啊，放在之前穿的外套兜里了。但是外套呢却落在了男生的车里，于是呢，她就跟男生要了车钥匙，到后备箱里啊找到了这个外套。可是这个时候，她却惊讶地发现了后备箱里有一个小箱子，里边有不同品牌的香水、口红、化妆品，每一种啊都买了4份，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这么久以来呢，她并没有重复的收到过相同的东西。就在这一刻呀，她突然什么都明白了。原来她之前呀给她买的各种大牌的香水、口红、包包，都是一次性买4、5份的啊，你们懂的。所以呢，一个男人爱不爱你啊，能仅仅靠这一个表现来衡量吗？有钱的男人根本就不在乎给你买这点东西，他可以同时给好多个女孩买，你能把他怎么样呢？他虽然后来跟这位富二代也快速的结束了关系啊，又回到了相亲市场，但是这一回他再也不会用花不花钱来衡量一个男生的诚意了。这个时候啊，他也想起了那位比较抠的男生，也试着跟对方交流了。但是啊，这个男生已经有交往对象了，并且这个男生对他说，我不是一个会给刚认识的姑娘就使劲花钱的男人，但是啊，我却是一个愿意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妻子孩子奉献一切的人。我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来相亲的姑娘，我不会去制造那些假象来迷惑你。我就是想告诉你啊，我就是一个回国的人，在你啊还不是我女朋友的情况下，花钱来追求还没那个必要吧。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份双向奔赴的感情而已。你们觉得他说的对吗？是不是你们的心声呢？